嗨，baby 们，我是你们的妈咪小甜。今天我要吐槽的是《长相守》，这部是毛晓慧、于晓彤、关之斌主演。当然，令我震惊的是，它改编自海飘雪的木槿花西月锦绣，这是2007年穿越4大奇书之一。这本言情小说当年在晋江还是蛮火的。当我是个无知少女的时候，我的基友极力推荐我看的，不是我要看的。剛剛呢個朋友到底係咪你自己？劇情大概是一个现代女性穿越到架空时代，靠自己的现代知识在古代活得风生水起。当然，改编成电视剧就删掉穿越元素喽。我为什么会对这本小说印象深刻呢？是因为它的坑爹结局。我先介绍一下小说的剧情哈。为了方便没看过小说的大家理解，我给3个男性角色取了代称：袁飞爵叫做红眼睛，袁飞白叫做白衣服，段月容叫做紫眼睛。女主的初恋是红眼睛，但嫁给了白衣服，后来逃难的时候又和紫眼睛相互扶持了7、8年。女主初恋红眼睛失忆了，把女主的姐妹当成了女主，还结婚生子了。红眼睛要杀白衣服，女主抛下了在一起7、8年的紫眼睛来找白衣服。结果女主发现自己深爱着白衣服，她大喊爱袁飞白10000年，然后她抱着红眼睛掉下了悬崖，生死未卜。结局大概就卡在这里了，当时看还挺感人的。里面的2个男性角色袁飞白和段月容的人气非常高，不相上下，两家粉丝针锋相对，所以作者写着写着估计也不知道让女主和谁在一起，所以女主在2个男人之间反复横跳，再加上写到后面世界观越扯越大，所以坑了7、8年才大结局。当年我也是看到微博有人讨论才知道完结的，本来是打算回忆一下童年，结果最后快大结局的时候，女主和白衣服在一起还怀孕了，本来还很幸福。结果发现，原来这是个冒牌货，他是白衣服的双胞胎弟弟。原来白衣服觉得自己要死了，就让自己在暗宫的弟弟上来顶替自己。是的，女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把弟弟当作白衣服，还在一起了一段时间。而真正的袁飞白死很久了，都变成骨灰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当时一堆读者还在激烈讨论孩子是弟弟还是哥哥的，女主就跑路了。紫眼睛一直在等她，她就和紫眼睛在一起了。唉，行吧。本来我以为他们2个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，结果尾声部分某次发了洪水，紫眼睛不会游泳，但是为了救落水儿童，她淹死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女主抱着他的尸体哭了3天3夜，也死了，然后2人就羽化而登仙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我看到这个结局的时候，用当年的流行语来说，有几万匹草泥马在心中奔腾。这不是你写死2个男主可以，但是要有逻辑啊。为什么袁飞白死的那么突然？还有为什么段月容是淹死的？这也太逊了吧！这本小说当年流行是因为2个男主在当时的人设非常新鲜，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。一个高冷，一个邪魅，一个是双腿残疾的病弱冷漠美少年，一个是邪魅狂狷的女装大佬，也算是开创了现在流行男主的模板，还让年少无知的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这2人的人气挺高，言情小说的男主嘛，你懂的，当然是要帅啦！袁飞白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美强惨，从小双腿残疾，妈妈死了，爸爸不爱，孤独又缺爱。小说对他的描写是这样的：一袭白衣，飘然若仙，出尘绝世，狭长美目。当年混姐大大们用的最多的素材是林峰，不是现在的林峰，请脑补4大名捕时期林峰的无情。而到了电视剧版，Oh my god！ 这个杀马特刘海，还有这宛如拿木棍画出的销魂眼线，哇，真的是狭长美目呢！能看得出化妆师尽量将于晓彤的眼睛画得大一点，狭长一点。可惜的是，她的眼睛实在太小，眉毛比眼睛还粗。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，她的颜值不够，演技也不能凑。她诠释病弱美男子的方式是睁不开眼睛，诠释忧郁美男子的方式是面瘫。低头抚琴的时候忧郁，泡澡疗伤的时候忧郁，抬头望天的时候忧郁，突然吐血的时候忧郁，运筹帷幄的时候忧郁，看爱人种的花的时候忧郁，
哇，真的好忧郁。我对不美的事物通常没有任何感觉。看到这里，我突然觉得关智斌演的段月柔也不是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了嘛。看到对家的选角这么雷人，再看看自家，段月柔粉丝们纷纷表示扳回一局。虽然演员本人和小说气质不太符合，小说是这样写段月柔的：琉璃紫瞳，俊美绝伦，雌雄难辨，女装更是风情万种。混剪用到最多的素材是逆水寒钟汉良饰演的顾惜朝，虽然没有小顾逆天的颜值，但关智斌好歹是个帅哥呀。虽然他那宛如批发的略自美头实在是让人难以直视，只要不给镜头特写，他还是帅的。现在的集数他出场的戏份也不多，女装造型还能期待一下。女主角花木槿虽说后面在感情上摇摆不定，再加上金手指开太多，基本里面的男的都爱上了她，但好歹也是个会搞事业的女子，起码是机灵聪明的，还有点沙雕搞笑。小时候的女主是由陶艺欣扮演的，妹妹让我眼前一亮，演起机灵的小木槿非常合适，哭起来更是我见犹怜。小樱桃么么哒，好好长大，不要长残，未来可期哦。这么有灵气的小妹妹，长大之后就变成了。这位姐完全没有聪明机灵的感觉，发生危机的时候瞪眼，向主人据理力争的时候呆滞，运筹帷幄的时候呆滞，哪里有花木槿的冰雪聪明啊？我看着演员觉得有点眼熟，结果一搜 ，Oh my god， 就是演员请就位把灵儿演成了心机必吃的那位，当初陈凯歌还让她晋级了，这妹子还是荣幸达的。荣幸达，你怎么了？你以前的眼光不是这样的。电影妆照和师徒完全两个人，她还要演小龙女。我忍不住为之后的《神雕侠侣》深深的担心了起来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当然，最让人不能忍的是女主的初恋。小说形容她是棱角分明、坚毅俊美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樱花树下红发少年的微笑。看电影妆照，还可以接受，变成动态的时候。算了，再给她一次机会。终于又找到你这个丫头了。讲道理，紫瞳、红发、红眼，这些都是小说的设定，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还原而还原。这些设定和3次元无法适配啊！除去以上的元素，这部剧的服化道问题还是蛮大的。先不讨论一个个搞得跟杀马特似的，要不就是金灿灿的 low。清醒一点，现在于正那个死丫头都不屑做这种花花绿绿、low low 的造型了 ，OK？ 然而官方还出了一期服装特辑，延禧、鬓边或者是清平乐吹服化道完全 OK， 人家有底气。你专门吹这个是高定风，我尴尬的手脚都全缩了起来。说回正题，其实你不把它当做小说改编剧，节奏倒是蛮快的。非原著党可能觉得剧情还算流畅，原著党其实能看到一些关于小说的情节，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还原度。但它犯了一个最严重的改编错误，主创团队根本不知道这本小说的卖点是什么。小说里是女主视角，故事是围绕女主展开，有一堆性格鲜明的男主角们，还有一堆让人印象深刻的配角。正常的言情小说的改编方式是大女主戏再加群像戏，步步惊心、甄嬛传都是这样的改编方式。人家扶摇、楚乔传后面剧情狂注水，但起码知道自己的定位是大女主剧。长相守的小说名字叫做木槿花溪月锦绣，女主就叫花木槿，人称花溪夫人。剧情简介是花木槿生于乱世，童年和妹妹被卖到权臣家里，和其他3个孩子结义，组成小武艺。女主靠自己的智慧生存下去，并且还谈了好几个恋爱。再一看，好像也是大女主剧，结果这部剧的主线剧情特别混乱。刚开始女主孩童时期的戏份，基本都是父辈们的爱恨情仇。算了，我忍了。我当年是交代故事背景，女主长大之后一上来就是无数条支线，看着看着感觉是女主公公袁清江传，女主二哥宋明磊传，女主老公一袁飞白传，女主妹妹花锦绣传。女主花木槿的戏份少得可怜，宛如一个背景板，本来演员存在感就不强，你这样一搞，我没看小说还以为她是个龙套，不拍成大女主戏吧？可是她的全模部分又很浅薄，定位非常混乱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吐槽扶摇和楚乔传。最让我不能忍的是，里面有一个人气很高的角色，这里我就不剧透是谁了，免得影响没看过小说的朋友们。我真的是个贴心的小宝贝呢。
当初大家都在猜这个角色有猫腻，果然后面揭穿了他的身世，还是个 boss， 还隐晦的点出了他和一对兄妹暧昧不清的关系。结果电视剧直接告诉你他的身世，喂，能不能有点悬念？这不就像是看名侦探柯南在开头的时候把凶手圈给我吗？一下子把小说埋的暗线、角色们的身世、他们做坏事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，我真的是一脸能不能学一下《步步惊心》和《甄嬛传》？懂不懂什么叫做留白？有点审美可不可以 ？PS 通稿是这么说的：编剧饶俊贡献了经验和才华，用2年的时间将一个138万字的小说改编成了60集的剧本。这部还是荣信达出品，荣信达早年出过不少精品好剧，当年的艺人放现在一个个都是有名有姓的明星，这几年荣信达的艺人纷纷出走，能打的一个都没有。现在荣信达剧和演员的审美都是直线下滑，能看出主创对这部片还蛮重视的，纷纷改名宣传。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这部剧从选角、剧本再到服化道都不太理想。这个 IP 虽然古早味很浓，但稍微抢救一下还是可以的呀。所以小说 IP 改编的道路还是很远呢。好了，今天蛙妹就讲到这里。你对《长相守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留言。不要忘记推荐、收藏、点赞，1键3连支持蛙妹呀！关注蛙妹，蛙妹在这里等你哦。